3D 绘图通常情况是多个工具配合着使用。为了同学们能快速掌握最常用、最便捷的绘图方法，该组视频我们不按照工具栏、修改栏面板上的顺序依次介绍，而是利用几个形象的任务图，有效地将这些工具栏中的常用功能结合着讲解，使同学们不仅记住这些命令的功能，更懂得在什么情况下运用它们。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绘图栏中的直线、多段线、构造线命令，以及修改栏中的删除命令。直线的绘法。首先，我们来用直线命令绘制一条如图的长直线。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，也可以输入直线的快捷键 L 空格来进行绘制。我们可以向右拽，输入20空格结束这个命令。同学们会发现，我们样图的直线是笔直的，而我们刚刚绘制的这一条是有倾斜角度的。这是因为我们在绘制的时候没有把图形的正交打开。我们现在把正交打开，它的快捷键是 F8。再来绘制，输入直线的快捷键 L 空格，点击桌面，向右拽，我们输入数值20空格。现在这一条线画的就是直线了。那么我们当想要画倾斜线的时候，该怎么样去做呢？把正交关闭，我们就可以任意的画倾斜线了。现在我们来检验一下这条直线的长度。用标注样式中的线性标注，线性标注的快捷键是 DLI， 我们输入 DLI 空格，鼠标左键点击图形的左边端点，同样的，鼠标左键点击图形的右边端点，向上拽，然后摁鼠标左键点击在屏幕上。我们看到了这条线正是我们刚刚要绘制的长为20毫米的一条直线。接下来我们用直线功能绘制一个这样的正方形。我们输入直线的快捷键 L 空格，点击一下，发现现在正交又被关闭了。我们按快捷键 F8 空格 L 空格，向右输入20，向下拽20空格，向左20空格，向上闭合，摁 ESC 结束这个命令。现在我们还是用线性标注它的快捷键 DLI 空格来检验一下。DLI 空格，我们画出了一个同样的正方形。多段线绘制1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用多段线画一个同样的正方形。我们可以点击多段线，也可以输入多段线的快捷键 PL 空格，向右拽20空格，向下20空格，向左20空格，向上闭合。我们同样的用线性标注进行标注 DLI 空格。DLI 空格，这两个正方形在外形上是完全一致的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用直线画出的正方形和用多段线画出的正方形有什么样的区别？我们用鼠标的左键从右往左点选用直线绘制的正方形的一条边，用同样的方法从右往左点选用多段线绘制的正方形。我们发现用同样的方法选择用直线绘制的图形只能选中其中的一边，而用多段线绘制的图形点上一边就可以选择整体的物体。这就是直线和多段线的区别。
直线是分体的，多段线是一个整体。如何删除以及多段线与直线对比？我们用一下删除命令来删除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把它们都删除掉。我们可以点击修改面板中的删除，也可以按删除的快捷键 E 空格或者摁 Delete。发现果然我们删除掉了直线绘制的其中一条线，而把整个多段线都删除掉了。现在我们摁 Ctrl 加 C 退回过来。对比了一下，我们发现直线绘图是单线，而多段线绘图是整线。多段线绘制2。多段线除了绘制整线，还可以绘制连续的直线和弧线。比如说像这个图形，我们画一个同样的图形，输入 PL 空格，鼠标点击1点，向右拽20空格，向上我们想要画成圆弧，那根据底下的提示，我们看到圆弧的提示是 A， 我们输入 A 空格，向上随便拽到1点，摁 ESC 结束这个命令，我们就可以画一条连续的直线和弧线。多段线还可以绘制如箭头这样端点和起点的尺寸宽度不一样的线形，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条比较宽的折线，现在我们就来绘制这条，宽度为5，长度为20，竖向长度为10的一条折线，用多段线来绘制。我们摁 PL 空格，指定一个起点，鼠标左键点在屏幕上，向右拽。此时我们鼠标不要点在屏幕上，看这个提示，提示中我们宽度提示的是 W， 那我鼠标向右拽，摁 W 空格，我们可以根据提示输入起点的宽度，也就是这个宽度，我们输入5空格，向右拽，它提示端点的宽度，默认的是5，我们可以直接点空格，也可以输入5空格，向右拽，发现我们这条线的宽度就变成了5。现在输入它的长度20空格，接着向上我们输入一个10空格，摁 ESC 取消这个命令。现在我们画的这一条多段线就如图这样，是一个粗线的多段线。每次当我们调整完多段线的距离后，我们都要注意把多段线的线宽给它调整回来为0。我们同样按 PL 空格，鼠标左键点击屏幕，向右拽，输入 W 空格0空格，再输入0空格，这样我们再向右输入一个20，向上输入10，我们画的线又是正常的宽度了。课后根据这个功能，我们可以做出作业1箭头的图形。构造线的绘法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构造线的命令，我们可以点击一下构造线，看一眼。我们再复制一条构造线，复制的命令具体在后期的视频中进行讲解。我们可以做出很多条横向的或者是垂直方向的构造线。构造线通常是在画制墙体的轴线时运用它作为辅助线。用完之后，我们一般情况下把它删除掉，因为它是一个无限延长的线，在这个平面中看起来会比较乱。在用完之后，我们就要给它删除掉，按下 E 空格。课后练习时间，请同学们调节多段线线宽，绘制折线，以及分别用直线和多段线绘制一个正方形。这节课就到这里。今天是我们第1堂凹凸 3D 操作课，同学们掌握的怎么样呢？